第113章探宝。山洞，眉间一挑，萧炎饶有兴致地盯着小医仙，笑道：“你刚才便是想进去吧？”“不过悬崖太陡峭，我进不去。”小医仙瞟了一眼有些跃跃欲试的萧炎，淡淡的道：“我可以和你共享这秘密，不过你最好别打什么独吞的主意，不然我也不会让你安稳得到其中的东西。相信我，虽然我实力不及你，可你这仅仅斗者2星的实力，在青山镇中也并算不上强。”看着俏脸严肃的小医仙，萧炎笑了笑，摸着鼻子戏谑道：“本来我的确是打算把你打昏，然后自己下去的，不过见你这么有信心，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算了吧。”闻言，小医仙轻哼了一声，恨恨地剐了一眼萧炎。他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还真的存有这等心思。我现在来试试。向前走了一步，萧炎望着那处极其隐蔽的怪木之所，偏头问道：“算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不久了，再不回去，穆莉那家伙就会起疑心了。我们的采药队会在魔兽山脉中停留一夜，我们今晚来吧。”摇了摇头，小医仙沉吟道：“穆莉就是那位狼头佣兵团的少团长吧？”微微点了点头。小医仙显然不想过多提起这人，瞥了一眼萧炎后，轻声问道：“你的名字？”萧炎微微点头。小医仙并未再说话，转身对着密林之外行去。望着那缓缓消失在黑暗中的曼妙倩影，萧炎耸了耸肩，回过头，目光再次投向那处若隐若现的山洞，兴奋地搓了搓手。在乌坦城与别的佣兵相交谈的时候，他便对这种探险寻宝非常的感兴趣。若不是有着小医仙的约制，他现在就会脱离队伍，然后单身前去寻宝。轻声笑了笑，萧炎同样是转身对着密林中行去。他可没想到自己这次的随意闲逛竟然会撞着这么大的一条鱼。当两人回到队伍之时，却发现原地休息的佣兵们早已经判守等待在原地。“小医仙，你再不回来，我可都要派人去寻了。”见到小医仙从密林中走出，一道人影急忙走过来。不过当他看见小医仙身后的萧炎之时，脚步微微一顿，含笑问道：“这位小兄弟是？”“他是佣兵中的护卫，刚才随意碰到的。”小医仙若无其事地回了一声，然后轻声道：“穆莉少爷，走吧，还有一小段距离，马上就能到达目的地了。”“呵呵，好。”被称为穆莉少爷的青年人笑眯眯地点了点头，侧身让那小医仙走过。然而当萧炎走过之时，他手臂忽然一伸，却是将他拦了下来。眉头微皱，萧炎偏头望着这名容貌英俊的少团长，笑道：“穆莉少爷，有事？”“哼，我没恶意，你应该便是那名2星的年轻斗者吧？我听手下报告过，你的修炼天赋很好。”穆莉微微一笑，声音平缓地笑问道：“侥幸而已。”瞥了一眼笑容看似温和的穆莉，萧炎淡淡地笑道：“有兴趣加入狼头佣兵团吗？我们佣兵团对你这种天赋杰出的团员有着很不错的优待，毕竟一个人在魔兽山脉可随时有着生命危险，有人照料也是很好的。”食指交叉在一起，穆莉含笑道。听着穆莉这拉拢意味颇浓的话语，萧炎摸了摸鼻子，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哼，抱歉，我这人也惯了，若是加入了贵团，恐怕会给你们惹来不少麻烦，所以或许会让穆莉少爷失望了。”“哼，没关系，日后小兄弟若是想通了，可以随时来找我，狼头佣兵团的高位随时对有潜力的人敞开。”听得萧炎拒绝，穆莉似是无所谓地摆了摆手，笑道，脸庞上略微抱着许些歉意。萧炎闪身让开穆莉，然后汇入进前方的伞兵队伍之中。望着那汇入人群的萧炎，穆莉眼睛缓缓眯起，眼瞳深处掠过淡淡的寒意。显然萧炎的拒绝并非不是没有让这位少团长动怒。“小子，希望你别坏了我的好事，不然管你以后有什么成就，我都会把你给永远留在魔兽山脉。”食指紧握，穆莉的声音中已然不复先前的温和，而是夹着丝丝阴冷。队伍在歇息过后再次起行，此次的行路比起前段距离却是要安静许多。虽然路上依然遇见了2波魔兽攻击，可都未引起太大的骚乱。当天色逐渐变暗之时，
队伍也终于是安全到达了采药队的目的地，一处遍地生长着药草的凹陷盆地。盆地之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药草，进入此处，芬芳的药香味漂浮空中，深吸一口气，顿时让人有些感到心旷神怡。大家在此处安营吧，小心别弄坏了周围的药草。擦去额头上的汗水，小医仙转身冲着大伙柔声笑道。听得小医仙开口，周围的佣兵顿时大声应诺，然后开始火热朝天的安设营帐。瞧着那些在小医仙的简单一句话下便卖命苦干的佣兵，萧炎心中暗暗咂舌，看来这女人在这些佣兵心中的地位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高。摇了摇头，萧炎瞥了一眼那开始指挥着采药队挖掘药草的小医仙，然后也自顾自地在盆地中逛了起来。因为某些原因，这块凹陷之地内的能量较之外面要浓厚与精纯许多，所以这才能够促使这些药草成批在此处生长。盆地面积颇宽，其内部的地形就是连万药斋也未曾探明。现在萧炎他们所处的位置不过只是这块巨大盆地的外围而已。在外围转了转，萧炎却并未找到一株他所需要的药草，当下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，望了一眼那黑漆漆的内部所在，在沉吟了一会之后，还是选择了乖乖地回去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在这危险密布的魔兽山脉中，基本上是处处危机。回到扎营之处，朵朵白色帐篷已经立地而起，许多佣兵正在为晚餐而忙碌着。走进营地，一眼便望见那俏生生立在中央位置的小医仙，而且在他的身边，穆莉也是紧紧跟随着。在萧炎望向两人的时候，小医仙与穆莉也是有所感应般的将目光投了过来，三人视线相碰，目光中所蕴含的意味却是有些各不相同。脸庞上噙着笑意，萧炎对着两人点了点头，然后便是转身对着一处帐篷内部行去。望着萧炎那消失的背影，穆莉脸庞含笑，对着小医仙笑道：萧炎小兄弟修炼天赋非常不错，日后想必成就肯定不会低。或许吧。小医仙淡淡一笑，不置可否。我去清点药材了，营中的秩序还麻烦穆莉少爷帮忙管理一下。对着穆莉微微一笑，见到后者点头后，小医仙这才行进中央位置的一处较大帐篷，目光盯着那窈窕的背影，待得其主人消失在视线中后，穆莉这才有些意犹未尽地收回目光，手掌微微握了握，嘴角挑起一抹莫名的诡异笑容。天色在篝火的藤烧中缓缓降临了山峦，黑暗笼罩着森林，枝叶探身间宛如一只只张牙舞爪的凶兽。随着夜色的降临，营地中也是逐渐的寂静了下来，除了守夜的佣兵之外，便只有那木柴在火焰中爆裂的轻微脆声。寂静的黑暗中，一处帐篷忽然微微一动，漆黑的曼妙影子从帐篷中悄悄溜出，然后悄无声息地从守卫漏洞处溜进了漆黑的森林中。在黑影离开后不久，又是一道影子从另外一处帐篷中钻出，紧紧地跟随着前面的黑影。密林之中偶尔传来一声声悠远的狼嚎声，让得人有些毛骨悚然。随着两道黑影一远一近的疾行，两人也是逐渐的离营地越来越远。黑暗之中，萧炎微微抬起头，借助着淡淡的月光，望着前面不远处的曼妙倩影，淡淡一笑，快步追了上去。探宝开始了。黑暗中的细微余音带着少年的兴奋缓缓消散。